你的 AI 助理真的在为你服务吗？还是他正在对你说谎？信任武器化，什么是信任武器化？就是我们相信他，然后骇客利用这个信任拿来做攻击。好，这几个发生在最近这4个新闻事件上面，AI 工具，我们很多人会相信 AI 讲的内容、讲的结果，但是 AI 所接触的来源资料，它是不是有被污染的可能？那骇客就有可能利用这个污染来造成攻击。开源生态系里面，我们常用的 npm 工具，它其实比如说在 GitLab 上面有很多个模组，我们写程式会用上，大家都在依赖这个生态模组。那假若这里面已经有蠕虫、有后门、有恶意的内容，那它是不是就造成我们的一个风险？好，所以这里面也会有人，我们信任开源生态系，好，但是有骇客就利用这个信任拿来作为攻击。好，云端供应链，云端供应链的信任武器化是，我们相信我们平常就会用 Salesforce，或者是我们用的一些云端平台，例如 Google 的 Workspace，然后我们又去串联了 Slack，啊，我把 Slack 的账号跟 Google Workspace 的账号串联在一起，那此时它是一种云端的供应链，那我们就相信这2个互相串，可是这个授权有没有遗失？那骇客就会利用这个授权遗失。好，再来是使用者习惯，我们习惯，这里面有提示词，说提示你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相信这个提示，那这就是一种信任我们信任系统给我们的提示，好，这就造成我们新的一个信任武器，骇客使用这个信任来当武器，好，造成我们的损害。好，大家好，我是 Eric，我是治安简报室的主持人。这是一个治安的频道啊。如果这里面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请你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在 YouTube、Podcast 上面都有我们的内容，在 Spotify 上面也有。那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接着，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式内容，有4大主题。好，第一个主题就是刚刚的 AI， 我们提到的信任武器化里面的 AI。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在使用 AI 浏览器。那其中有一个 AI 叫 Perplexity， 里面有一个浏览器叫 Coleman， 那它被治安公司里面提示出来，它有一个 Hashjack 的攻击可能在它的浏览器里面会发生。那 Hashjack 是什么呢？以往我们在浏览器里面，我们会有这种井字号，那井字号在这个提示里面是说，给浏览器知道说我要到这一页里面的某一个书签，这是给浏览器去看的内容，就是我到这一页的某一个点，比如说这个是注意事项，那一页里面很长，那中间有一个注意事项，它就说这是井注意事项，那井我们现在叫 hash 嘛，那在传统的浏览器里面，它不会把这个井送给后端的那个伺服器，所以伺服器它就无法防御这件事情。伺服器并不知道使用者送来的这个连线请求里面其实是有这个 hash 这个东西。好，所以伺服器不知道，所以伺服器上面的 WAF 就没有效果。如果我是一个大网站，然后比如说我是 CNN 好了，或者是我是政府网站，那我前面其实都会装 WAF 这个防御机制嘛。但是这个井它不会送到 server side， 它只会在 client side。client side 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是使用者端，我使用者终端的浏览器。好，那 server side 就是伺服器端那一端，那我必须在伺服器里面也有看到你送这个井，我才有机会帮你阻拦或拦下来。好，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因为这个井是在浏览器上面，这个 hash 这个井是在浏览器上面执行的，所以通常挡不住这样子的防御。好，那骇客他会做什么事情呢？他可能发送了一个连接，这个推荐说这个是某某某推荐连接，然后它里面可能是某某的投资资讯，或者是某某的介绍，然后他说它里面同时可能把假的电话藏在这个 hash 里面，假的客服电话藏在这个 hash 里面，hash 里面，然后或者是假的网址再藏在这个 hash 里面，或者是这个活动里面可能某一个引导，它就把它藏在这个 hash 里面。但是呢，这个 hash 在 comment 这样子的浏览器，
这个 AI 浏览器里面，它其实是会去读的，甚至是它会帮它当做是内文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就很常说啊，这个网址丢给 AI 看一看嘛，那 AI 看完整理成摘要，那整理成摘要时，它就参考了这个 hash 这个井号后面的内容，但是这个是骇客给的内容啊，它就是一个假的内容。所以以前这种JavaScript 这种攻击，它它很像以前那种 JavaScript 的攻击，藏在网页后面，然后去强迫你浏览器去执行一件事情。那这个 hash 它现在也是相同的逻辑，它就是藏在 hash 后面，然后它里面给的可能是错误的资讯。当它做成错误的摘要结论，那我们收到的这个讯息其实就是错的嘛，我们就得到了错误的结果，这其实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危险。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后续就需要有这种提示词防御的机制哦。那现在其实是没有的。那在我们人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贴给AI 里面，或者是 AI 要去看这个 link 的时候，你发现它后面是井号，然后带一大串的，请自己小心把那个井号把它移除，因为它可能就是拿来糊弄 AI 浏览器的。好，在我们自己行为端，因为它是在 client side 使用者的这一端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在使用者的这一侧，不在伺服器的那一侧，所以我们必须使用者自己防范这件事情，否则伺服器端那里其实是挡不了的。那可能到时候就又有人误会，说举例好了，这个是一个 CNN 的新闻连结，然后就有人讲，哎，这个是 CNN 的网站被害了，然后导致我接收到错误的讯息。答案其实不是，它可能是在用这种 line 传递啊，或从别的地方传进来的时候，它里面的 hash 其实是假的。好，那这个 hash 里面还有可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它可能还可以再加密，然后告诉 AI 你要怎么解密。好，那这个是更深的一个技巧啊。这个第一段的第一则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 Perplexity Coleman 这个浏览器被人家发现说，哎，可以用这种 hash jack。好，那我相信可能在其他的 AI 浏览器可能也会有相同的危机。好，那这份报告里面，这个治安公司的报告里面提到的是 Perplexity 的 Coleman。那第二则新闻是塞呼噜，啊，那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它其实就是9月份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上一周11月21号到15号又在大规模的又在发生啊，这个名字是沙丘里面的那一条虫哈，哦，那这个塞呼噜呢，它潜藏在什么？它潜藏在 NPM 套件里。当它潜藏在 NPM 套件里时，它开始去窃取开发者里面，比如说 GitHub 里面的 token，哦，那就是它就有存取的权限。它有 GitHub 的 token，换句话讲，它可以发布套件到 GitHub 上面。那在 GitHub 上面有很多范例的程式啊，小工具的程式啊，我们通常都会去引用它嘛。然后开发者可能会部署在 GitHub 上面，让人家方便从上面直接下载部署，就可以使用这个套件，好放到它的程式码里面，或放到它要安装的工具里面。这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一种部署方式，尤其是在这种开源的生态系里面。但是塞呼噜做了什么事情？它会病毒式的复制自己，然后去窃取使用者的 token。好，那当它窃取使用者的 token，它还会做什么事情呢？哦，它会做的事情是，它会检查说，你的生态链里面有哪一些东西，然后它把你的资料偷走以后，然后自己再写一组新的程式，再发布到网站上面，哦，发布到 GitHub 上面或 GitLab 上面，让它可以再不断的再繁衍。好，最恐怖的是里面它有一招叫自毁程序。什么叫自毁程序？这个自毁程序蛮贱的，就是怎么讲它叫蛮贱呢？它会不断的去监控这个 token 是不是有效，以及它是否能够联网 Internet。如果它不能联网 Internet，不能联网或者是这个 token 无效，它就开始启动自毁程序。好，那启动自毁程序，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就会启动抹除我们目录底下所有的档案。哦，它会用最严格的方式去
把档案删掉。那以前我们档案删掉，可能我们再把它复原回来，比如说资源回动把它捡回来，但现在不行，因为它会使用这种写入的方式去复写我们已经刚刚档案的词曲，所以复写完了以后，你就无法还原了。当你无法还原，那惨了。我们企业发生这种企业或者是个人我们发生这种治安事件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常常做的事情是什么？断网，或者是撤销那个已经泄露的凭证，是不是此时就中招了？那它就启动了自毁程序。好，那这样子我们应该要做的标准动作是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内部平常就要做 snapshot， 就要有循环的备份。如果我有循环的备份，万一它启动了自毁程序，我至少还有前面几份在，我的资料至少还有救。我还有可能做一些动作。好，那不要让它触发自毁程序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暂停它 ，suspend。如果它是在 container 或者是在虚拟机上，我们就选择用暂停，把它的记忆体封存，档案封存。那我们还有机会做什么事情？我们还有机会做治安鉴识，鉴识里面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已经被污染了？没有污染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就有机会再把它救回来。同时，因为它是被 suspend 掉了，所以它是被冷冻的状态，很像是冷冻。我用冷冻来形容这个字，这个行为。当它被冻住以后，它就做不了事情。它做不了事情，它就不会去trigger我们刚刚讲的，无法连到 Internet， 无法验证凭证是否失效，这两件事情就不会被驱动了。好，所以我们的企业标准程序就要做一下修改。怎么样的修改？我遇到治安事件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不是拔网线，以往我们是去拔网线或者是对外把它 block， 把它封锁起来。可能现在要有一个步骤，增加一个动作，我们要把它冷冻起来，先把它冻起来，冻起来暂停它的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启动自然鉴识，去调查它发生什么事情。好，希望这个塞呼噜这个事件不要再扩大不然它真的蛮狠的，因为它还有自毁程序，这个是狠到一个极点。好，再来是第三则事件，就是云端堡垒的侧门，Salesforce 的军赛的事件就是会有攻击者去滥用跟第三方整合的军赛的这种权限。它是非传统登录的，它是用最高权限 OAuth 的 token 去窃取资料。好，那在这种 SaaS 的这个平台里面，很常见，我们都会用 OAuth 或者是用某一个 token 去存取某一个节点，但我们其实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通常可能会保护主账号，我主账号怎么样去做 login， 那这种授权给第三方的例如授权给Slack。我的主账号在 Google 的 Workspace 上面我的 Google Workspace 里面可以去存取Google Drive， 好，那我的 Slack 也要去存取 Google Drive， 好，那我的 Slack 里面就有 Google Workspace 的授权，这个授权它平常就在正常的交流嘛，好，那骇客他就会做一件事情，他就去偷这一些授权，好，那如果有一个供应链里面，这个云端 SaaS 供应链里面有一个人没有保管好，它掉了，好，那它的权限就很高，而且你还有可能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常常就是要授权嘛，然后就可以存取某一个方选嘛，那你可能就要想要去试试某一个方选嘛，好，那你就把这个授权给了某一个功能，好，就举例好了就是天马行空想象，我可能要去中央气象局拉今天的天气资料。然后这个天气资料来去判断我的门市里面的今天的销售跟天气是不是有正相关，好，那我就要去中央气象局那里要这个资料，好，那我就去要了授权，然后我就把这个授权资料就再塞回我的系统里面。那你一定要有一个中介程式嘛，那此时就有一个人开发了一个平台，他去把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抓出来，然后帮你写到你要的档案位置，好，那你就授权给他，你就订阅了，相当于订阅了这个服务。好，这个服务的管理者呢，他管了一阵子以后，他放弃，他发现无利可图，那我还写了程式，我还要营运它，然后他就放弃了，然后这个 token 可能就放在 GitHub 上面，然后可能某一天就不小心掉了，掉在了云上面，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对你的资料做写入？好，所以这种 shadow 的SaaS integration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去定期盘点它。怎么样定期盘点？就是我要去盘点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现在还在正常运营，我是不是应该授权？我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好，举例我可能只允许它写到某一个特定的表格，其余的都不行。还是你授权给他的是 Google Drive 的整颗硬碟？这两者是天壤地别的。我只授权说我把天气资料库写到我 Google Drive 里面的 Google Sheet 某一个 table 里面，某一个 sheet 里面，然后做成某一个表格，还是你是授权他把天气资料写到某一个档案区里面，那或者是他拥有整个档案的存取权，这两者是巨大的天壤之别，所以他必须要用盘点的方法去调阅这件事情。讲完了第三则以后，再来我们是第四则新闻。这个第四则呢是叫 Click Fix。好，那我会分享一下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我现在录制的时候没有把它录上去，我会后置放上去。我们通常遇到这种Click Fix 是什么？它是专门诈骗 IT 人员的社交工程。那什么叫诈骗 IT 人员的社交工程呢？就是我更新 Windows 更新了以后，在某个地方卡住了，所以他做了一个假画面，说他正在更新 Windows，然后某一个系统它已经在这里卡住了，那你必须上线去复制一个修复的指令。那这时候就发生了什么误区？因为他复制了这个指令以后，要去 PowerShell 里面骗使用者，比如按下Windows 加 Win 加 R 去指令，那他就呼叫出 PowerShell 就去执行这个指令，这是相当于提升权限。好，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恶意软体，然后假装更新失败，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像真的更新软体的画面。那它其实权限也只有在这里，它还没有提升到系统权限。好，此时他利用复制指令，然后你是 IT 管理者，你是有高权限的人，我把这个指令复制以后，我变成提升了权限以后，骗使用者按下 Win 加 R 执行这个指令。当他执行完这个指令，那就中招了，因为这个指令里面可能使用 base64，可能使用了base64加密，然后去下载了一个后门，或做了系统的加密，或做了蠕虫的复制进来。骇客利用这个 Win 加 R，然后复制这个恶意的指令贴上去执行。我们在以前，我以前遇到这种系统错误，我其实在早期我也会就是把这个画面啊，或者是这个提示的内容啊，贴到 Google 里面去搜寻。然后 Google 里面说，这个是某某某东西更新坏了，你要去下载某一个档案，然后我们就按照他的指示去执行了这个修复指令。好，那这个执行这个修复指令呢，习以为常嘛，稀松平常。因为以前我就是去 Google 里面搜寻答案，然后我就是按照这个指令做嘛。那他现在很好，帮我写好了一个复制，然后我就把这个复制贴上去了，那它就变成什么？剪贴簿里面的木马屠城记。我原本没贴没事，贴了以后，他就提权拿到了一个 PowerShell，然后这个 PowerShell 里面还会帮你做 base64的编码。那为什么要用 base64的编码？因为人脑看不清楚那个是什么嘛。好，同时他在做这件事，在做这个解码，因为它是机器啊，解码很快解成他要的指令，同时在把这个解完的指令去做执行，他拿到了最高权限。同时就绕过了浏览器的这个扫描机制。好，所以现在变成是我们剪贴簿里面也是很危险的，就是我随便复制的这个指令。好，那换成我的话，现在要执行指令的话，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先要搞懂这个指令里面到底藏什么，因为你是 IT 人员。如果你是一般的听众观众，你不是 IT 的管理者然后你也不会贴这些指令的话，那你可以略过，你就不要贴就好了，不贴就没事。但你真的觉得这个是修复用的工具，那你至少把它复制出来以后，跑去隔壁的 AI，你不要去用这一家的 AI，你用每家 AI 都问一问。我最近常常是三大家 AI 斗争一下就是我常常在 Grok Gemini、ChatGPT 里面
两边这三边互相打斗一番，看一下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好，三边都斗争完，产生一份答案了以后，我再去网上再做核实，那此时的准确率就会提高，我比较不容易被骗。如果就算有一家被污染了，那我另外一家还在所以我发现我三个 AI 我都需要，因为它会互相的帮我做查核的动作。从这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以前从直接的攻击，现在都换成了这种中间间接性的攻击，然后都利用中间人或对工具的信任。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Perplexity Common 这个浏览器，就是我们对 AI 的信任嘛。那我非常相信它，所以我产生了误区。所以我们要对 AI 通常还是要有一个质疑，有一个怀疑。所以不要对它盲信。就算你很不小心把刚刚的那个 link 贴给他，你想要相信它的摘要，但你可能还是要重复的再复核一下。所以我现在其实贴任何东西给 AI，我都会跟他讲，然后你要给我一个 reference link，就是你从哪里查到的这个来源。然后我还会去那个来源稍微看一下，这个来源合不合理，是不是可信任的来源。然后再来是对于平台的盲信，什么叫对平台的盲信？就是我们在这种open source 的这个 ecosystem 里面，这个生态圈里面，我们已经习惯用了 npm 去组装我们这些套件。那尤其是程式人员，我们通常也蛮依赖他们，因为整个相异性可以做得很方便嘛。那三五路其实就是利用我们对平台的信任，它就躲在这个平台里面。它其实是蛮坏的，利用我们对平台的信任。那再来是像Salesforce 发生的这个军赛对合作伙伴的盲信。那这里也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我长期不用，然后我就又授权给他，那我应该要回收这个授权，甚至我要对授权的范围有所限缩。所以以我个人来讲，我如果要用到这种 OAuth 的授权，我会检查一下它的授权范围。那通常我只授权仅止于 email 而已，就是我授权给他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利用这个 email 来辨识我 Eric， 那其余就不行了。其余你就不能存取。为了提权，然后你就可以对我的 Google Drive 里面写入东西。各位听众或观众，你们要去盘点一下，这个其实自己也会发生。你的 Gmail 有没有授权去某一些平台，例如去 KKday 啊、Klook 啊，或者是什么 Trips.com 啊，或者是这种第三方的这种授权，因为大家现在很习惯用这个。那当你授权出去以后，你授权给他存取的范围是哪一些？那你就要好好的要仔细调查。然后 click fix 就是对于习惯的盲信就是我们已经习惯说这个东西要修复，要贴一串指令就可以修复了。那在 IT 人员里面是很根深蒂固的，就已经很习惯。然后这里错了，你复制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修复，或者是这个权限不够，你就对它做权限的提升，然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就是习惯我也有这样子的习惯，所以我现在要贴这些网络上来的指令时，我都很小心就三家 AI 都问一问，解说一下这个指令是什么。因为现在速度太快了，变成我都会利用 AI 去帮我做调查，但是我调查的时候，我又用 AI 去互相复核。那减少我要复核的时间。那这样还是有到加速的动作。好，那新的防御思维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工具啦，这个 URL 过滤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过滤验证上下文？就是可能在做这种 AI 浏览器开发人的人要想的问题。那企业也是，如果我是用 API 在跟AI 沟通的，这 API 在沟通过程中间有没有可能被加料加东西？这也要非常小心。好，那再来是也要有人机互动的验证，像我们刚刚讲的贴指令这个事情。好，那就是我刚刚也有举例，就是用这种人机互动的方式去做验证好，到这边帮大家做一个总结总结里面有3大项。第一，我们要小心这种 AI 所整理出来的摘要，然后如果我们贴进去里面的是有风险的，它可能会是错的。好，如果我们贴进去的内容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们要查证验证。第二，这种错误画面提示你就要直接生产好这个指令给你
这个指令给你以后，你就可以马上执行的，那就是有危险的，我们一定不要相信它。第三，SaaS 的这种串来串去的这种服务，第三方的 App， 你要经常去盘点，然后不要去授权的过大。好，这个三大行动，我们相信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问题。好，在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时代，信任跟验证，验证比信任重要。我们不能太相信某一个东西，我们要不断的持续验证。所以验证比信任重要。不能就是我相信某一个平台，我就从头信到尾，我有没有持续的去验证它？所以验证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在治安领域的知识里面是有帮助的。那在 YouTube 平台跟Apple Podcast、Spotify 上面都有相同的节目。那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那记得也要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治安讲道室的 Eric，我们下周见。